第4课，自我探索与分享。自强最近发现，米美和他吵架时，总会提到一件事：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你是不是根本不在乎？自强则觉得很冤枉，因为在他心里，他已经很努力在爱明美了，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为了解开这个困局，老师建议他们一起完成一个家庭关系图。家庭关系图就像情绪的地图，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源。结果，这张图揭开了许多被忽略的细节。自强发现自己其实和父亲一样，习惯用沉默处理情绪，而明美则惊觉自己的情绪反应和母亲惊人的相似。这堂课我们将一起绘制家庭关系图，探索你内心的核心情绪模式，找出那些影响婚姻的情感源头。1、绘制家庭关系图。家庭关系图是什么呢？家庭关系图是一个简单的工具，用来描绘原生家庭的结构和情感互动模式，帮助我们了解成长环境如何塑造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反应。要如何绘制家庭图呢？第一步是画出家庭成员，用圆圈把你的原生家庭主要成员画出来，包含父母、兄弟姐妹，甚至重要的祖父母或其他关键人物。第二步是描述关系，用线条来表示你与每位家庭成员的情感连结。实线代表亲密、支持，虚线代表疏远、不联系，波浪线代表冲突、紧张。第3步是标注情绪，在每个关系线上标注你对这个人的主要感受，例如爱、害怕、愧疚或愤怒。自强的家庭关系图显示，与父亲是一条长长的虚线，标注疏离和尊敬；与母亲是一条实线，但标注了压力；与弟弟是波浪线，标注竞争和嫉妒。这让自强意识到，他对情感的压抑可能源自于与父亲的冷漠互动，以及从小被要求不许示弱。2、识别核心情绪模式。核心情绪模式是什么呢？核心情绪模式是指我们在面对压力或冲突时反复出现的情感和行为反应。这些模式通常源于童年的经历，例如恐惧、害怕被抛弃或不被爱，焦虑，担心自己不够好或控制不了局面，愤怒，感觉被忽视或不被理解。要如何找到自己的核心情绪模式呢？首先，回想重复的冲突场景，问自己，在婚姻中哪些场景最常让我情绪激动？接下来，寻找情绪背后的原因，问自己，这些情绪是否与童年的经历有关？明美在争吵中经常感到焦虑，害怕自强不够爱她。经过家庭关系图的探索，她发现这种焦虑来自母亲对她的高标准。她小时候总担心做不好就不被喜欢。常见的核心情绪模式有恐惧型，伴侣稍有冷淡就认为关系岌岌可危；焦虑型，过度追求控制，对伴侣的回应特别敏感；愤怒型，易于爆发，
因为感到自己的需求被忽略。3、夫妻分享，从了解自己到理解彼此，进行有效分享需要，营造安全的空间，保证彼此不打断、不批评，用我为主语，例如我感到害怕，而非你让我害怕。表达具体情绪，具体说明你感受到的核心情绪，而不是泛泛而谈。来看看自强与明美的分享。明美说，我发现我对你的不满，其实很多时候来自自己的焦虑。我害怕你像我妈妈一样，觉得我不够好。自强回答，其实我也很害怕，因为我习惯了隐藏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如果我表现出来，你可能会更不满。透过这样的坦诚对话，他们第一次真正看见彼此，而不只是看见自己的伤口。4、共同完成夫妻情绪拼图。1、准备6张正反面都空白的纸。2、每个人拿3张纸，每一张纸写下一个最常感受到的情绪，并且在背面写下可能的来源。3、向伴侣解释自己写的内容，并且交换纸。4、尝试讨论连结彼此的情绪模式，找到共通点或冲突点。来看看自强与明美的发现。自强最常感受到的情绪是压力、疏离、害怕失败。明美最常感受到的情绪是焦虑、不被爱、失望。透过这个活动，明美发现自强的疏离并非不在乎，而是他害怕失败。自强则了解到，明美的焦虑其实是对被爱的强烈渴望。结语，透过自我探索，我们能够重新认识自己。家庭关系图帮助我们厘清过去的情感脉络，找出影响婚姻的根源。而核心情绪模式的识别，则让我们知道自己在情感上的反应是如何被塑造的。再通过坦诚分享，夫妻可以一起打破情感迷宫，进一步理解并支持对方，让伴侣成为我们的情感伙伴，而不是对立面。